Hello，大家好。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看一家公司的财报，就像在看一本完全看不懂的天书？别担心，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当企业的医生，学会怎么只用一张资产负债表，就帮一家公司做一次从头到脚的健康检查，让你从此一眼看穿一家公司的好坏。看到这个问题，你心里是不是也咯噔了一下？老实说我的投资到底是深思熟虑的投资，还是只是凭感觉的赌博？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人的噩梦。大家都怕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最后只是丢进一场资讯不对称的赌局里。你放心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。这次的分析就是要给你一套清晰的工具跟知识，让你以后不管看到哪家公司的财报，都能充满自信、条理分明地看懂它的财务状况，做出真正聪明的判断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不恐慌、不困惑、不做赌博式的投资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的企业健检路线图长这样。我们会先从公司的体检报告开始，接着检查它的骨骼稳不稳固，然后深入分析它的血液干不干净，也就是三大核心资产。再来，我们会看看它的新陈代谢效率好不好。最后总结怎么一眼就认出一家好公司。好，我们就从第一站开始吧。你想想看我们去医院做健康检查，最后会拿到一份报告，对吧？对一家公司来说，资产负债表就是那份最重要的体检报告。它可能不会告诉你公司未来会涨多少，但它能揭露最根本的健康状况跟经营体质，这是所有判断的基础。没错，讲白了，资产负债表就像帮公司拍一张财务的 X 光片，它把时间冻结在某个时间点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这家公司手上拥有什么，欠了别人什么，以及真正属于股东的价值有多少。这就是我们所有分析的起点。好，那拿到这张 X 光片之后，我们要检查的第一个生命迹象就是公司的财务结构。这就像在看一栋大楼的地基，它到底是稳稳地盖在坚固的土地上，还是盖在一堆摇摇欲坠的债务上？关键就在于它怎么使用债务这项工具。我们直接来看一个模范生，台积电。哇，你看从图上也可以很清楚看到，台积电的负债比率大概只有 20%， 可是同业的平均水准竟然高达 50%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这是一个超级健康的财务结构。它告诉我们，台积电的成长不是靠借钱堆出来的，是靠自己真本事赚来的，这就是实力。这就带出一个超级重要的观念，为什么低负债这么重要？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就像这句话说的，危机来的时候，你必须去杠杆化。因为风暴来的时候那些高杠杆、高负债的公司，根本就像在走钢索，只要银行一紧张，把雨伞收回来，他们就可能瞬间从高空掉下来，什么都没了。好，检查完骨骼结构，再来我们要深入公司的血液，来聊一个核心观念。一家公司的健康，很大程度是看它资产的品质。你不用看懂所有复杂的项目，真的，你只要专注在最重要的三大核心资产就够了。就是这三个：现金、应收账款，还有存货。这三样东西就是一家健康、专注本业的公司最重要的资产。反过来讲如果一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列了一大堆有的没的，什么金融资产、长期投资，让人看得眼花缭乱，那通常是个警讯，代表他可能有点不务正业，我们要特别小心。首先，最重要的当然是现金。有句话说，家里有粮，心里不慌，这用在公司经营上，哇，简直是至理名言呢。手上现金满满，不只是让你度过寒冬的保命符，它更是一个超强的攻击武器。你想想看，当市场恐慌，大家都在贱卖资产求生存的时候，手握大把现金的你，就有机会用跳楼价把那些好东西都买进来耶。再来，应收账款。这个数字的天数，直接就反映了一家公司在整个产业里面的话语权有多大。
讲白了，就是它能不能让客户快点付钱。比方说，像鸿海这种代工界的龙头，它的应收账款天期就是比同业短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客户都得抢着先把钱付给他，这背后就证明了他的产品跟服务是市场抢着要的，议价能力非常强。最后一个，存货。我希望大家换个角度看它，不要只把它当成仓库里面的东西。每一件存货其实都是现金的化身，都是公司用真金白银换来的。如果这些存货卖得动，现金就会回来。但如果它们一直堆在仓库里面，那不好意思，这就等于是把大把钞票锁死在里面，变成了死钱。你看这张图就超级清楚。什么叫健康的存货周转？完全是看产业的。像 iPhone 这种大家抢破头的东西，存货可能待10天就被买走了。但像茅台这种高档白酒，它是越放越值钱，存货放个几千天反而变黄金。所以评估一家公司的存货，千万不要只看绝对数字，一定要跟它的同业去比较，这样才有意义。好，当我们了解了这3大资产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组合起来，看看这家公司的营运代谢率到底好不好。也就是说，它把东西变成钱，赚钱的整体效率高不高？这就是一家公司的节奏感。公式很简单，也非常直观。把存货卖掉需要的天数，再加上把钱收回来需要的天数，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生意周期。用来话文讲，就是一家公司从投下1块钱，到这块钱真正回到你口袋，总共需要花多少时间？这个周期的长短，就直接决定了这家公司的生存策略。这点真的非常有趣。你看，像好事多这种短周期的生意，货卖得超快，钱也收得超快，所以它就可以用薄利多销、打价格战来抢市场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你的生意周期长达200-300天，等于你好几个月才能做成一笔生意，那你就得确保每一笔生意都赚很多，而且口袋要够深，现金要够多，不然根本撑不到钱收回来的那一天。好了，到这里我们已经把所有单项检查都做完了，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要像一位资深医生一样，把所有线索拼凑起来，为公司做出最终的诊断，看看在现实世界中，一家真正健康、能打仗的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。这张表就揭露了一个很残酷但也很真实的事实，在经济危机里，不同公司的表现是天差地远。那些营运模式很强，而且卖的是民生必需品的公司，像好事多，就展现出惊人的韧性。你想想，不管景气再怎么差，你还是要吃饭，要买卫生纸吧。但像星巴克这种比较小受型的消费，当大家开始省钱的时候，它就会是第一个被砍掉的预算，受到的冲击自然就大很多。好，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今天这趟企业健检的4大重点。一家真正健康的好公司，通常都有这4个标志。第一，地基要稳，也就是健康、低负债的财务结构。第二，资产要单纯、高品质、专注本业。第三，新陈代谢要好，有符合它行业特性的高效率营运周期。以及最重要的第4点，口袋要深，有强大的现金流，可以度过任何经济寒冬。最后，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想一想，用今天我们学到的这套方法，去帮你手上的公司也做一次健康检查吧，看看他们能通过这次的检验吗？希望这次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我们下次见。